大家好，这里是败家领地，我是 K。今天为大家带来 ROG AMD 6000系列 CPU 的新品游戏本《魔霸6 Plus》的详细测评。ROG 一直是玩家们心目中信仰般的存在。人们说到 ROG，第一反应就是高端和昂贵啊。但是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那么对于这台魔霸6 Plus 而言，它对得起玩家们对 ROG 的期待，又是否值得 ROG 那略显高贵的定价呢？这台笔记本啊，我拿到手就装上了各种办公、学习和娱乐软件，代替我的主力机使用了有一段时间了。让我们从用户和玩家的最真实角度出发，来一起看看它是否能对得起玩家国度这个称号吧。拿到一件数码产品，第一件事情嘛就是开箱。开箱视频前面已经发过，为了防止有些观看本视频的小伙伴没有看过，这里再带大家简单的过一下。划开封条，打开盖子的同时，下部的机关会把电脑主体抬起，可以，这个很有仪式感。中间是两本不用看，左边是空的，右边是电源适配器和电饭锅线。包装整体呢还算美观，但内部也说不上多么炫酷。不过魔霸作为 ROG 中低端定位的产品，这样的包装也算是中规中矩了。接下来是机器的外观 ，A 面的材质是铝合金，质感摸上去挺不错的，摸起来比较舒服。代表性的大眼睛是轮廓发光的设计，挺好看的，可惜只能发白光。B 面就是这块今年中高端机型上主流的 2K 240赫兹的屏幕了。C 面的机身和键盘都有类肤质的涂层，键盘的手感你可以近似的理解为稍微粗糙些的 ABS 键帽。这样设计的好处自然就是手感很棒，看起来也很有质感。但是相应的，这样的机身也非常容易沾染手汗和油脂，留下痕迹。干手还好说，油手的话就要常备酒精、湿巾或者擦镜纸来维持爱机的洁净了。键盘布局方面，字母区和数字小键盘都是正常排列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可是方向键依然不是全尺寸的，好在它也不是上下方向浓缩的那种阴间排位啊，习惯一下应该还是能正常使用的。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玩家会使用到数字方向键，也或许华硕的工程师这么设计有他们的考量和打算。但是我认为全尺寸的方向键依然是游戏本乃至办公本都会很需要，给用户带来便捷的一个设计。所以这个方向键还有改进的空间。关于 C 面，我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它的尾部是以弧形和 C 面过渡连接的，这样的细节还是很令人舒适的。还有今年 ROG 贯彻到底的斜分割设计，从尾部延续到了 C 面，再一直转接到 D 面，非常的帅。整机的灯光受限于录制设备和环境，大家就看个大概吧。在 RGB 的灯光色彩和灯效流畅性方面大可放心， ROG 的发挥是依旧稳定的。最后是尾部，今年的魔霸6 Plus 屁股左半边是和其他三面一致的暗灰色，并且采用了网点设计。右边是硬橡胶材质的装饰，图案形状有点类似于彩色油墨随意滴溅到纸上的那种彩色星点，上面用英文刻着 ROG 三个字母。我个人觉得这里的设计点缀起来还是蛮时尚，蛮好看的。外观看完，各位看官意下如何呢？作为笔记本电脑，金玉其外固然锦上添花，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内在的硬件配置。这台魔霸6 Plus 的配置概览如下。CPU 是 R9 6900HX 8核16线程，显卡是 RTX 3060 6GB 独立显卡140瓦的版本，内存是单条的 16GB DDR5 4800兆赫兹，硬盘是来自美光的 1TB 固态硬盘 PCIe 4.0 的速度，屏幕是 17.3 英寸2560乘1440分辨率100% P3 色域的240赫兹 IPS 屏，厚度为2毫米到 2.6毫米，重量大概是 2.4千克。电池是90瓦时的，它支持100瓦 PD 充电。外出的时候携带电源还是非常沉重的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100瓦的便携充电头来给电脑提供续航。参考售价11999。配置方面呢，为了照顾小白，我们快速看一下楼大师的硬件检测。运气比较好，我手里这台是三星的内存。跑个分。娱乐大师嘛，它的分数标准也常有变动，看个乐就好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GPU-Z 和 CPU-Z 的硬件信息图。
AMD 的新一代6000系 CPU 采用6纳米工艺制成，这块移动端的 R96900HX 是8核16线程，规格与上代的移动端 5800H 和 5900H 相同。那么它的性能表现如何呢？在开启奥创中心的独显直连和增强模式下，运行 3D Mark 的 CPU Profile 测试，单线程至16线程的得分如图所示。小科普，一般来说，基于 D-X9 开发的旧游戏，瓶颈通常是在现代游戏电脑的 CPU 上。流行的一些电竞游戏，比如说 Dota 2、英雄联盟和 CSGO 的帧率，通常就是与双线程和4线程的分数相关。而现在的 D-X12 游戏则更好地利用了4和8线程，甚至更多线程的 CPU 性能，所以 CPU 的游戏性能通常与8线程的分数更接近，并且更加关联。这个分数还与 3D Mark TimeSpy 的 CPU 分数高度关联。再往上的话，需要密集运算的任务，比如数位内容的建立和 3D 渲染，还有部分视频剪辑软件的导出，才可以充分的利用更多的 CPU 核心和线程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增强模式下运行 Cinebench R15 和 R20。R15 的得分为2316，R20 的得分为5543。显卡这边则是相较于去年增强了功耗的移动端140瓦 RTX 3060，一样是较于桌面端没有阉割的 GA106核心。我手上的这块是 DDR6 海力士的显存，其实对于咱们玩家来说，不同厂商的显存基本是没有使用上的差异的，放心用就好。娱乐大师和专业软件看完，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关注的游戏性能表现了。先看看网游吧。CSGO 在画质全部调到最高 2K 分辨率的情况下，刚出直升机在400帧上下浮动，随后根据场景的不同，稳定在290帧到350帧的范围内，也是完全喂饱了这块240赫兹的高刷屏。只有在穿越烟雾的初期会祖传掉帧，掉到几十帧，出烟雾之前帧数就会恢复正常。英雄联盟在 2K 分辨率下，所有的画面设置全开最高档，在泉水时大约260到270帧，对线时大约150到160帧。原神所有的画面设置全部设为最高，渲染倍率 2K 乘以 1.5， 在夜晚的璃月港跑动，基本可以全程维持在60帧满帧运行。进入铭记之谷使用特效队模拟高压战斗场景进行压力测试，画面最复杂时会掉到50帧左右。再看看 3A 大作，这里我选择了地平线零之曙光来进行测试。这个游戏刚上 PC 端的时候可谓是硬件杀手啊，当时我用2080 Ti 测试，调到了最高画质，测试下来是70多帧。但是现在它支持了 DLSS 2.0 技术，选择质量档位，游戏画质全高，最后这台电脑竟然跑出了84帧的平均帧数。不仅如此， DLSS 的深度学习超采样还使得输出的画面比原生的画面更加的清晰。由于时间的限制，这里列出的测试游戏有限，小伙伴们还想看这台电脑运行什么游戏的测试呢？都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。最后模拟极限使用环境，来看看这台魔霸6 Plus 的散热效能如何。同时开启爱达64的单烤 FPU 和 Furmark 甜甜圈显卡压力测试，显卡功耗可以给到100瓦，温度控制在70度出头，还是不错的。但是 CPU 却直接来到了90度，在这种情况下却依然能够维持在 4.4G 以上运行，不过再往上走就要撞到温度墙了，只能说好险了。关闭 FPU 的单烤，触发显卡的动态功耗增强，功率提升到140瓦。总的来说，这台电脑的散热还算不错，基本可以完全发挥出内在芯片的性能了。最后就是敌修无趣拖沓一环节，拧下背面的固定螺丝，拿出一张不用的卡，在缝隙处划开，断开地面跑马灯排线后，即可取下后盖。散热模具有6热管加上2个12伏的大风扇，这样的规格压140瓦的3060还是不成问题的。内存是三星的单条 16G， 预留了一条内存插槽，可以自行升级到 32G。固态硬盘是来自美光的3400 PCIe 4.0 NVMe 协议的 1TB 固态硬盘，也预留了一个 M.2 接口，可以自行扩容。好啦，那么这台魔霸6 Plus 的测评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还有什么各位小伙伴们在意的地方没有测到或者没有看到的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。